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再打开旁边小铃铛，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也帮我按个赞，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谢谢大家，我们现在正式开始。好，联合国这个我们好像很熟，但其实又有点陌生的组织，它即将满80岁了。80年，这差不多就是一个人一辈子的长度了。所以这也让我们不得不去问一个最根本也最核心的问题：走过这80年，我们人类社会到底是学到了教训，慢慢走向和平，还是说，其实我们正在重蹈覆辙，一步步滑向另一次全球冲突的深渊？今天我们就要跟着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的一场重要演说，一起来深入拆解这个超级大灾问。OK， 今天的分析我们会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深入核心。首先，我们会一起回到80年前的原点，去看看联合国的 DNA， 它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接着，我们会来检视一下这80年来联合国追求和平的这张成绩单，究竟是及格还是不及格。然后呢，画风会突然一转，我们要直视当下，这个被秘书长形容为失序的世界，到底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再来，第4部分是今天分析的重头戏，我们会深入拆解一个你绝对要懂的地缘政治概念——多极化陷阱。这会解释为什么现在的世界可能比冷战时期还要危险。最后，在看清楚所有危机之后，我们再来一起探讨人类究竟还有没有出路。好，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第1部分。第一部分，战争的伤痕。我们要理解联合国为什么存在，为什么重要，我们就不能只看它现在在纽约那栋大楼里的样子，我们必须穿越时空，回到1945年那个满目疮痍、一片废墟的世界，去感受它诞生的那一刻，那股既痛苦又充满希望的巨大能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利斯用了一句非常震撼的话来形容联合国的创始精神。他说，他们见证过人性最丑恶的一面，而正因为他们所目睹的一切，他们才选择为和平服务。这里的他们指的不是一群西装笔挺、高高在上的外交官或学者哦，你千万不要把他们想象成一群坐在冷气房里的理想主义者。正好相反，他们是刚从第2次世界大战这个人间炼狱中活着爬出来的幸存者。你可以试着想象下那个画面，对吧？1945年，你走进联合国最早的临时办公室，你会看到什么？那里的工作人员，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带着战争留下的物理印记。你可能会看到有人走路一波一波的，那是因为他在敌后跳伞的时候出了意外。有人可能在喝咖啡休息的时候，会半开玩笑地提到他身上其实还卡着一颗纳粹的子弹。甚至有位代表，他的胸膛里就嵌着一块第1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炮弹碎片，跟着他一辈子。他们很多人都是亲眼走过奥斯维辛，打好这些死亡集中营，见证过人类可以对同类做出多残酷事情的人。所以他们不是在书本上读到战争的可怕，他们本身就是战争的活历史。所以重点来咯，这点真的超级重要，也是今天最想传达的核心观念之一。联合国的创立者，他们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们恰恰是世界上最 hardcore、最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之所以相信和平，不是因为他们很天真、很傻，而是因为他们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清楚战争的真正代价。他们是真真切切凝视过深渊的人，所以才比谁都渴望光明。这股由巨大的伤痛转化而来的决心，就是联合国最原始、最强大的 DNA。好，那问题来咯，这股力量到底有没有用呢？第2部分，和平是天真的吗？好，我们知道了联合国的初心，但很多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想，拜托，在一个充满利益算计、强权斗争的现实世界里，谈和平是不是太奢侈、太天真了？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没关系，我们就用事实来说话。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提出了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他说，和平是所有追求之中最需要勇气、最务实也最必要的一件事。这句话是不是完全颠覆了我们对务实的想象？对吧？我们通常觉得谈军事、谈权力斗争，那才叫务实；谈和平，
好像就是一种很软弱、很空泛的情感。当你仔细想想，下令开战，按下那个发射钮，其实是相对容易的决定。可是，要让两个已经有世代仇恨的民族坐下来谈判，要重建互信，要去打造一个可以持续的和平架构，那需要多大的智慧、耐心和政治勇气？答案其实很明显，和平从来都不是被动的等待，它是一项极度困难、极度需要技巧的工程学。而这种务实的和平工程，的确带来了改变世界的成果。我们来看几个重量级的例子。首先，1980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宣布天花病毒被彻底根除。我们现在对天花可能没什么感觉了，但这正是重点，因为这代表成功了。在20世纪，天花病毒估计夺走了3亿人的生命，死亡率高达30%，这是一个多么恐怖的数字！能够消灭这样一个古老的瘟疫，靠的正是联合国旗下的世界卫生组织 WHO 领导的全球疫苗接种计划。这是人类透过合作达成的伟大胜利。再来，1987年的蒙特罗议定书，当时科学家发现，我们用的冷媒正在侵蚀地球的臭氧层，南极上空破了一个大洞，再这样下去，人类会暴露在致命的紫外线辐射下。这听起来像科幻灾难片的情节，但它是真实的危机。结果呢？世界各国透过联合国这个平台，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达成协议，全面禁止这些有害的化学物质。几十年后的今天，科学家证实臭氧层的破洞正在稳定的愈合当中。这就证明了，当我们选择合作，我们真的可以拯救我们自己。最后，也是最容易被忽略却最重要的一点，从1945年到现在，我们成功地避免了第3次世界大战。这绝对不是理所当然的。尤其在冷战时期，像古巴飞弹危机那关键的13天，全世界离核战末日真的只有一线之隔。正是因为有联合国这个平台，让美苏双方在最紧张的时刻，还有一个最后的沟通管道和下台阶，我们才躲过了一场可能毁灭文明的浩劫。这将近80年的长和平，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但是，这一切，我们刚刚提到的光荣历史和合作精神，现在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好，我们现在要把镜头从过去拉回到非常残酷的现实。今天的世界正陷入一场同时爆发，而且环环相扣的完美风暴。这张表格整理了秘书长提出的4大危机。第一，全球冲突的恶化。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乌克兰还是加沙，攻击平民、攻击医院这种过去被视为战争罪的行为，现在变得越来越普遍，国际法被公然的藐视践踏。第二，贫穷与饥饿的倒退。过去几十年，全球在脱贫上其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很不幸的，因为疫情、战争和全球通膨，这个好的趋势被逆转了。根据联合国统计，全球正在挨饿的人口比几年前多了超过1亿人。第三，永续发展目标，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SDGs 进度停滞了。这个涵盖了17个领域的2030年发展蓝图，可以说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的共同承诺。但现在进度严重落后，这张美好的蓝图正在褪色。最后也是最急迫的气候混乱。秘书长用的词不是气候变迁 climate change， 而是气候混乱 climate chaos， 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缓慢的变化，而是一场正在失控的灾难。刚刚讲的4大危机听起来可能有点抽象，但他们其实每天都在新闻头条上演。加萨的人道悲剧，乌克兰看不到尽头的壕沟战，还有很多人可能没注意到的苏丹内战，这些都不是孤立的事件，它们是一个更大图像的碎片，拼凑出来的就是一个全球秩序正在崩坏的现实。与此同时，夏威夷的大火、欧洲的热浪、亚洲的洪水，这些极端气候事件也不再是偶尔发生的新闻，而是我们的日常。这一切都指向一个令人非常不安的结论：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那个世界，那个相对稳定、可预测的战后秩序，正在我们眼前快速的解停。OK， 如果说刚刚的4大危机是病情的话，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病因。在全球权力结构的底层，正在发生一个巨大的板块运动，
而这个转变让所有问题都变得更加棘手和危险。接下来这个概念是理解当代国际政治的关键，你一定要听懂。我们要来谈谈什么叫做多极化陷阱。什么是多极世界呢？简单来说，就是全球权力的牌桌上玩家变多了。过去冷战时期，基本上就是美国跟苏联两个巨无霸在玩，这叫做两极 （bipolar）。后来苏联解体，美国一家独大，那是短暂的单极 （unipolar）。而现在呢，牌桌上挤满了玩家，美国、中国、俄罗斯、欧盟、印度、巴西、日本，大家手里都或多或少有一些筹码，谁也没办法像过去的美国一样，一个人说了就算。这就是多极世界。你可能会想说，权力分散听起来不是很好吗？感觉更公平、更民主啊。但问题就出在这里，这反而让世界变得极度的不稳定。在冷战的两极世界，就像一盘只有黑白两色的西洋棋，虽然双方杀气腾腾，但规则很清楚。你知道对方大概会怎么走，你知道楚河汉界在哪里，这是一种恐怖的平衡。但在今天的多极世界，它更像一盘多方势力混战的棋局，棋盘上不只有黑白，还有红的、绿的、蓝的，大家的利益犬牙交错。今天的盟友，明天可能就为了另外一个利益背后捅你一刀，整个棋局的动态变得极度复杂，而且完全无法预测。这就大大增加了误判的风险。任何一个地方的小冲突，都可能因为这种复杂的连锁反应，像骨牌一样迅速扩散成一场谁都无法控制的大规模战争。秘书长在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深刻，但也令人毛骨悚然的历史类比。他说，一个没有强大多边机制的多极世界，就是通往混乱的单程票。这完全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洲的剧本。当时的欧洲就是一个标准的多极体系，大英帝国、德意志帝国、法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各大强权合纵连横，互相猜忌，疯狂地进行军备竞赛。但他们之间就缺少一个像联合国这样，能够让大家坐下来好好谈，管控危机的常设机制。结果呢？在萨拉热窝的一声枪响，就点燃了整个欧洲的火药库，引爆了一场原本没有人想要，也没人预料到会如此惨烈的世界大战。这就是多极化陷阱。而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我们正走回一个越来越像1914年的世界格局，但我们那个最重要的安全阀，也就是联合国，却正在被削弱、被无视。想到这里，整个画面可以说是非常灰暗了，对吧？我们好像正搭着一班失速的列车冲向悬崖。那怎么办？我们只能束手就擒吗？还有没有希望？联合国的答案是有，但这条唯一的出路将是我们全人类要共同面临的一场终极考验。未来的80年，人类的考卷上会出现几个全新的，而且难度更高的考题。第一，气候混乱，这已经不是一个环境问题了，它是一个生存危机。第二，失控的科技，特别是缺乏全球规范的 AI 人工智慧，它可能为我们带来天堂，但也可能带来地狱。第三，太空的军事化，这听起来很科幻，但它正在发生。各大强权都在发展反卫星武器，太空正在成为下一个战场。最后，也是最难防范的，那些我们现在根本无法想象的未知危机，可能是全新的病毒，可能是某个科技突破带来的社会颠覆。这提醒我们，未来的不确定性只会越来越高。面对这么多全球性的、超越国界的巨大挑战，解决方案到底是什么？其实答案非常简单，简单到听起来像一句陈腔滥调，但它却是唯一的真理。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一致。你想想看嘛，不管是气候变迁、AI 的治理，还是防止下一次的全球大流行，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自己关起门来解决吗？不可能嘛。我们就像是同在一艘大船上的乘客，你可以选择在船上为了抢位子而打架，你也可以选择大家一起合作修补船上的破洞，然后滑向安全的港湾。要么一起活，
要么一起沉，其实就这么简单。这就带来了最终极的提问：道理我们都懂，团结是唯一的答案，但真正的问题是，人性真的做得到吗？在根深蒂固的国家利益、意识形态还有历史仇恨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有能力超越这些分歧，为了我们共同的生存而合作吗？这就是联合国在成立80年之后，回过头来对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所提出的最大也最急迫的问号。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第一，联合国的 DNA 其实是务实的和平主义，它是由一群真正经历过战争炼狱的现实主义者所创立的，他们比谁都懂战争的代价。第二，全球合作是真的有用的，千万不要觉得那是空话。我们曾经靠它战胜天花，修复臭氧层，甚至避免了第3次世界大战。第三，我们现在正陷入一个危险的多极化陷阱，世界格局变得像一战前一样混乱而且不可预测，这大大增加了冲突的风险。最后，面对气候、科技这些全新的全球危机，唯一的出路就是团结，但这也正是对我们人性的最大考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一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